及时的过去1个时辰了，少宗主怎么还没出现？把云初师姐一个人晾在这里，也太过分了吧！嘘，大长老战死后，云初师姐母女就失去了靠山。若不是她天生有无垢剑骨，能助道侣觉醒剑心，宗主怎么可能让少宗主娶她？初儿，顾晨如此折辱于你，分明是欺我们孤儿寡母。我这就去找顾天鹤要个说法。母亲慎言，今日是先婚大典，宗门长老都在，他顾晨就算再不愿，也不敢当众悔婚。慢着，这先婚先停下。那是半妖！少宗主的先婚大典居然抱着一个半妖女子入场，顾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顾郎，你快放我下来！云初姐姐等了你那么久，她会生气的。我只是个低贱的半妖，不配弄脏这么尊贵的红毯。莲儿，你闭嘴！你为了救我挡下魔族一击，心脉尽断。你若低贱，这殿上还有谁受贿？顾晨，先婚大典你迟到整整1个时辰，让全宗上下在这里等你。现在你带着一个半妖来砸场子，你需要给我一个解释。云初，你别用这种高高在上的语气跟我说话。莲儿命在旦夕，今日的节气大典可以照常进行，但为了救莲儿，婚礼的规矩必须改一改。改规矩？你想怎么改？第一，莲儿如今命悬一线，需要庞大的气运镇压伤势，这正妻之位必须给她，委屈你一下，降为平妻。以后你与她互称姐妹。放肆！我女儿堂堂大长老嫡女，身怀无垢剑骨，你竟让她给一个来路不明的半妖做妾！顾晨，你欺人太甚！沈伯母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大长老已经不在了，如今剑宗是我父亲说了算。我肯完成婚约，已经是念在往日的情分上保全你们母女了。顾郎，不要为了我跟云初姐姐吵架，姐姐有无垢剑骨，对你修炼有益，我连完整的灵脉都没有，只要能陪在你身边，哪怕做个通房丫头，莲儿也心甘情愿。莲儿，我不许你这么作践自己。云初，你看看莲儿有多懂事，你身为宗门天骄，难道连这点大义都没有吗？第一条我听懂了，你想让我堂堂剑修给一只半妖做妾，那第二条呢？第二，莲儿心脉碎裂，普通的丹药根本无用，整个天下只有你的无垢剑骨能重塑她的生机。我要你今日当众自剥半寸剑骨，融入莲儿体内为她续命。此后，你每日再取1碗剑骨灵血，供养莲儿，直到她彻底痊愈。你说什么？自剖剑骨，日日放血。顾晨，你知不知道剑骨连心，剖骨之痛犹如凌迟？你知不知道失去剑骨本源，我的剑道前途将彻底尽毁？只不过是半寸剑骨而已，你有一整具无垢剑骨，抛半寸怎么了？修为大不了以后再慢慢练，可莲儿失去的是生命啊！顾郎，别说了，姐姐那么宝贝她的剑骨，怎么会舍得给我？我死了不要紧的，只要你们能好好的。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云初，今日这半米剑骨，你抛也得抛，不抛也得抛。你若是不答应，这先婚就此作罢。你们母女俩立刻滚出主峰，以后别想再拿宗门的一丝资源。滚出主峰，断绝资源。好一个大义凛然的少宗主，好一个情深意重的半妖。顾晨，你以为这无垢剑骨是你想要就能要的？你什么意思？既然你跟我谈规矩，那今天我就教教你什么是我的规矩。云初，你竟然为了一个虚名要与我动手，你还有没有规矩？规矩？我父亲大长老为宗门战死，尸骨未寒。你顾晨为了一只半妖，逼迫功臣孤女当众为妾自剖剑骨，到底是谁没有规矩？你姐姐别拔剑，千错万错都是莲儿的错，是莲儿命贱，不配活在世上。顾郎，你让姐姐杀了我吧！闭嘴！你这条命是我的，我不许你死！云初，大长老战死那是他命不好，宗门这些年白养着你们母女，如果不是我求父亲保全你，你以为你能安稳站在这里？你今天如果不抛骨救莲儿，我立刻取消婚约。好啊，
云初，你想干什么？顾晨，你真以为我稀罕这少宗主夫人的位置？当初是你父亲顾天鹤看中了我这身无垢剑骨，跪在幽风3天3夜，苦苦哀求我母亲定下这门亲事。一派胡言！明明是你高攀我，是不是高攀？你心里清楚。顾晨，你听好了，今天不是你退婚，是我云初休了你。从今往后，你我恩断义绝。你现在就可以抱着你的半妖一起滚出去！你敢休我？云初，你疯了！撕了婚书，失去了少宗主夫人的庇护，你带着一身无垢剑骨就是任人宰割的肥羊。你信不信？只要你今天走出这大殿，明天就会横尸荒野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冲动？太好了，他居然自己把婚书撕了，这少宗主夫人的位置是我的了。没有了顾郎，你在这残酷的修真界要怎么活下去啊？我的死活轮不到2只畜生来操心。那是无垢剑骨的本源气息。他要干什么？皇天在上，后土为证。我云初今日在此立下天地誓约。今日在这先婚大典，有谁敢娶我？只要你敢娶，我云初便敢嫁。生生世世，真心不负。我这一无垢剑骨，便死心塌地为你所用，助你觉醒无垢剑心，踏破这9天剑道。天地异象，那是天道认可了云初的誓言。无垢剑骨，那可是能助人觉醒至高剑心，让人脱胎换骨的绝世至宝。只要娶了云初，就等于一只脚踏入了剑道巅峰。云初，你这个荡妇，你居然敢当众招亲，招到我头上来了！我杀了你！胡闹够了没有？宗主，拜谢宗主。父亲，你要为孩儿做主啊！这个贱人不仅撕了婚书，羞辱于我，还当众发下天地誓约要嫁给别人。逆子，闭嘴！先婚大典，你迟到生事确实有错，更不该逼迫云初自抛剑骨。半妖的命固然卑微，但既然救了你，自然要报恩。云初，自剖剑骨确有伤天，本宗主做主，不必剖骨了。你每日取一碗心头血，喂给这半妖即可。顾天鹤，取心头血和抛剑骨有什么区别？你这是要放干我女儿的本源！沈夫人，本宗主是在帮你们解决麻烦。云初，晨儿年轻气盛，你做姐姐的也太不懂事了。那天地誓约岂是儿戏？立刻向上天祷告，撤回誓言，然后乖乖和晨儿结契。我可以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，否则你大长老一脉今日恐怕要在大殿上绝苏了。顾天鹤，哼，收起你那套假慈悲的嘴脸。天地誓约已成，天道见证，不可逆转。我再说一遍，今日谁敢娶我？哼，云初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现实。在这凌霄剑宗，没有本宗主的允许，谁敢要你？姐姐，你还是认命吧，乖乖给我供血，妹妹以后会好好疼你的。初儿，是我们命该如此，难道今天真的要血溅当场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了吗？我敢。那是曾经的大师兄萧绝，他疯了吗？3年前他在神魔渊为了掩护宗门撤退，被魔尊废了修为，双眼被毒气刺瞎，连剑心都碎成了齑粉。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，也敢在这个时候触宗主的眉头！哈哈哈哈！我当是谁这么有种？原来是你这个瞎子！萧绝，你是不是瞎的连脑子也不好使了？你一个连剑都提不起来的废物，也敢来抢我的女人！天哪，这就是那位曾经威震9州的萧绝师兄吗？萧师兄，你千万别为了逞一时之气丢了性命呀！宗主，少宗主，
云初师妹立下天地誓约，今日谁敢娶她，她便嫁谁。这凌霄剑宗难道连让人应试的规矩都没有了吗？放肆！萧诀，本宗主念你当年为宗门立下战功，才大发慈悲留你在幽风苟延残喘。你若再敢往前走半步，休怪本宗主清理门户。清理门户？3年前神魔冤下，若非自报剑心献祭，替宗主挡下魔尊的致命双翼戟，宗主还能安稳地坐在这里清理门户吗？萧师兄，你不怕死吗？我3年前就死过一次了，如今的我双眼已盲，剑心破碎，无法再挥剑，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。但是，若你今日需要一个人来托付这天地誓言，若你不嫌弃我这个废人，云初，你可愿意嫁给我？萧诀，你敢在满堂恶犬中为我挺身而出，我云初有何不敢嫁你？只要你今日敢在这节气台上立下天地誓言，生生世世只爱我一人，真心不负，我就敢嫁。好。云初师妹，我看不见，这大殿的路太难走，你可以牵着我，带我走到剑心石前吗？好。萧诀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的眼睛。站住！给我站住！云初，你敢把血滴在剑心石上试试？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拦住！云初，本宗主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放开那个废子，跪下向臣儿认错，否则今日哪怕拼着毁了无垢剑骨的风险，我也绝不会让你们这对狗男女走出这大殿半步。顾天鹤，你以为你能拦得住天道吗？拿下他们！谁敢动我女儿？沈婉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顾天鹤，我夫君为宗门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，今日谁敢碰我女儿一根头发，我沈婉就算自报原因，也要拉你们剑妃！好一个大长老遗孀！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本公主成全你们。萧诀，把手给我。萧诀，跟着我念。苍天在上，后土为证。今日我云初萧诀，愿在剑心石前结为道侣，生生世世，生死相随，荣辱与共，真心不负。若为此事，剑心崩碎，神魂俱灭，永不超生。云初，你竟敢真的和这个废子结契？你以为有了天道誓言，本宗主就不敢杀你们了吗？宗主想杀我们，大可现在动手。但我云初如今已立下天道誓约，天道反扑之下，宗主若是现在杀了我夫君，就不怕引起天罚，引得神雷劈碎你这主峰大殿吗？母亲，我们走。云初，你今天走出这大殿，以后就再也不是我凌霄剑宗的少宗主夫人。你以后什么修炼资源都别想拿到。那个瞎子不仅是个废人，他连保护你都做不到。你迟早会后悔，跪着回来求我。顾晨，你太高看你自己了。少宗主夫人的位置，我从来不稀罕。我云初宁选雪中送炭的盲眼君子，不嫁锦上添华的虚伪小人。至于他能不能保护我，不用他保护，从今往后，他萧诀由我云初来护。好一个你来护！滚！
既然你们母女已经有了新依靠，本宗主就收回大长老一埋的所有供奉。我倒要看看你们带着这个废人能在这修真界活几天。不用宗主赶，我与少宗主婚约作废，再见便是路人。云初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萧师兄，天地誓约都结了，你想反悔？我不后悔。你跟我走，我带你回家。到了，云初师妹，不，夫人，这里就是幽风，没有灵泉，没有杂役，只有这间破竹屋。委屈你了。顾天鹤简直欺人太甚！就算萧绝受了伤，好歹也是曾经为宗门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师兄，怎么能被安置在这种连狗都不住的地方？娘，慎言，主峰再繁华，里面住的也是豺狼虎豹。这里虽然荒凉，但至少干净。您奔波一天，先去左边那间竹屋歇息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云初，岳母说的对，你身怀无垢剑骨，本该享受宗门最好的资源，现在却……萧绝，闭嘴！你要做什么？打扫院子。行了，院子干净了，你站在这里别动，我进去把床铺一下。坐。我刚才去后山打了2只野灵鸡，借着幽风仅剩的几株灵草熬了一锅汤，你尝尝。味道很好。那是自然。萧绝，怎么了？他的手很凉，掌心布满了握剑留下的厚厚老茧。对不起，今天在大殿上，我用天地誓约逼你表态，把你卷进了我和顾晨的恩怨里。顾天鹤心狠手辣，以后可能会被连累你吃苦了。不，云初，3年前我就是个废人了，能娶到你，是我高攀。不许说自己是废人，你可是立过天地誓约的，以后得听我的。好，听你的。萧绝，你知道现在窗外是什么景致吗？我猜，满地荒凉，月光很冷，风吹过时会很吵。不对，院子里的荒草已经被我清理干净了，现在的月光洒在青石板上，很亮，像铺了一层银霜。还有月亮，今晚的月亮特别圆，就像我们一样。明明看不见，却好像有光照进来了。萧绝，我向天道起誓过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眼睛，我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，我就讲给你听。虽然他没有修为，但这怀抱却异常宽广安稳。云初，今天在大殿上拔剑对峙的时候，怕不怕？不怕顾晨，但我怕顾天鹤，他是元婴巅峰，随时能捏死我们。我更怕，如果我刚才没能牵着你走到剑心石前，你会不会被他当场打死？傻丫头，我说过，我敢站出来就不怕死。你记着，今天在大殿上，是你挡在我身前，护住了我的尊严。从今往后，你既是我的妻子，便是我萧菊的命。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绝不让任何人再让你受一丝一毫的委屈。好，我们一起活下去。我会好好练剑，我养你。萧绝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你一不小心烫着怎么办？夫人放心，伤不到我。虽然没了修为，但听风辨位的本事还在。听着粥翻滚的声音，就知道火候到了。这些全是你一个人做的？尝尝看，合不合胃口？昨晚看你练功，袖口被罡风撕裂了半寸，
我顺手给你补好了。萧绝，你一个以前只拿剑的大师兄，居然还会缝衣服。以后不许你一个人忙活了，我是你的眼睛，你要做什么，我们一起。好，听夫人的。小心，前面有一块凸起的青苔石。我踩到了。萧绝，顾天鹤虽然断了我们的资源，但我有无垢剑骨在身，只要刻苦修炼，一定能变强。你听着，我给你演示一遍顾晨少宗主教我的凌霄破云剑。奇怪，为什么我总觉得这套剑法运转到第7式时，体内的灵力会有些滞泽？顾晨以前明明说这是最高明的剑招，因为他给你的是一套华而不实的假剑法。假剑法？顾晨心胸狭隘，怎么可能真心教你？刚才你挥出第3剑时，左牵了3寸，剑气便漏了3分。第7式破云，他故意让你泯逆转了太冲穴的灵力，看起来声势浩大，实际上是在折损你无垢剑骨的本源。难怪这个畜生居然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。夫人莫慌，无垢剑骨乃天下至纯之物，真正的剑法从不需要那些繁复的花架子。你且听好，退后3步，沉气丹田，剑出不走太冲，走神门，往右斜劈5寸。这威力比以前大了3倍不止。经脉，而且体内的灵力极其顺畅，这才是你这具剑骨该有的力量。夫人，从明天起，我来教你练剑。我虽不能挥剑，但我的剑道全在这里。曾经的凌霄第一天才，哪怕沦落至此，他的剑道见解依然是旁人难以望秦相背的巍峨大山。好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师尊，也是我的夫君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尊贵的大长老嫡女？和那个瞎子大师兄嘛。谁允许你擅闯幽风的？云初师姐，别生这么大火气啊！少宗主和白莲姑娘心善，听说你们被断了宗门供奉，在幽风快要饿死了，特意让兄弟几个给你们送点贺礼来。这可是主峰昨晚剩下来的泔水，少宗主说了，配你们这2个废物刚刚好。识相的就跪下来谢谢少宗主的恩赐吧。你找死！夫人，跟几条疯狗置气，脏了手。死瞎子，你神气什么？以前你是大师兄，我们怕你，现在你连狗都不如，还夫人？你娶了个全宗不要的破鞋，你……夫人，接剑。好默契，刚刚你递剑的那个位置太绝了。我说过，以后有我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走吧，疯狗赶跑了，我们回去继续练剑。云初，本宗主给足了你时间反省。这几天在幽风清醒了吗？多谢宗主关心，幽风清静，我和夫君过得很好。夫君，你真当那瞎眼残废是你的夫君？云初，别在本宗主面前装腔实势。你以为立了天地誓约，本宗主就拿你没办法了？天道见证，节气已成，宗主莫非要公然对抗天道反噬？天道反噬，本宗主自然忌惮。但你可知道，这天地誓约虽强，却有一个致命的漏洞。什么漏洞？誓约结的是生死，连的是神魂。可若是节气的其中一方遭遇了意外，神魂俱灭呢？只要那个瞎子死了，天地誓约自然解除。你那具无垢剑骨依旧是我顾家的。顾天鹤，你堂堂一堂一之主，竟然想对一个毫无修为的修士下死手！放肆！本宗主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？修真界弱肉强食，每天都有无数修士死于意外。那萧绝本就是个瞎子，哪天失足掉落悬崖，或者在外出时被魔族余孽围杀，谁能说得清？你这是在威胁我？本宗主是在赐你一条生路，只要你现在点头，交出1半剑骨灵血，并答应在萧哲死后改嫁晨儿，本宗主不仅可以保你母亲一世平安，还能恢复你大长老一脉的所有资源。否则，本宗主保证那个瞎子活不过3个月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堂堂元婴巅峰，竟然沦落到要靠谋杀一个残废来夺取机缘。顾天鹤，你听好了，只要我云初还有一口气在，谁也别想动萧绝一根头发。我们走着瞧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非要给他陪葬，那本宗主就成全你们。哟，这不是执意要嫁给瞎子的云初师姐吗？怎么从我父亲的密室里出来，脸色这么难看啊？姐姐，一定是去向宗主求情了吧？
可惜啊，这宗门的资源可不是用来养废物的。看着姐姐现在连颗下品灵石都拿不到，妹妹这心里真是替你难受。滚开，好狗不挡道！云初，你少在这揣着明白装糊涂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现在心里肯定后悔的要死。跟着那个连路都看不清的死瞎子，你有什么前途？昨天你竟敢指使那瞎子打伤刘通他们，我看你是反了天了！我需要指使他？顾晨，你那几个狗腿子连我一剑都接不下，而你用尽宗门资源堆砌出来的修为，在我眼里，连他当年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。你闭嘴！一个死掉的天才，拿什么跟我比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了宗门的庇护，你那身无垢剑骨就是全天下邪修眼里的肥肉。是呀，姐姐，顾郎这都是为了你好，你何必为了一个死瞎子的搭上自己呢？顾郎救我！云初，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顾晨，管好你身边的嘴，下次再让我听到这2个字。该死，真是该死！夫人，你心跳得很绝望，也很愤怒。顾天鹤对你施压了。萧绝，从今天起，你兔步不离地跟着我。不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拼命修炼，我要变强，变得比顾天鹤还要强。他用我的性命威胁你了？没有，他能拿我们怎么样？我有无垢剑骨，只要我们练成你说的至高显法，谁也伤不到我们。夫人，把心放宽，在这幽风之上，没人能伤害我，也没人能带走你。不，你不懂，顾天鹤那个老狐狸，他什么卑鄙手段都使得出来。萧绝，我既然拉着你立了誓，就绝对不会让你因为我而出事。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我必须快，更快，更强。顾天鹤，顾晨。夫人，沉气，重新来。谁？初儿，是我。母亲，您怎么深夜过来了？主峰那边有人监视，您这样太冒险了。初儿，顾天鹤那个老狐狸是不是今天在密室里威胁你了？我听说主峰的暗卫已经开始往幽风调动，他要对你们下死手了。娘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我能保住幽风。你拿什么护？初儿，娘知道你傲骨天成，可你看看萧绝，他双眼已盲，经脉尽碎，现在连宗门最普通的杂役都能踩他一脚。一旦顾天鹤动手，他拿什么保护你？他甚至会成为你的累赘，拖着你一起死啊！母亲，萧绝，我不是针对你，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我只剩下初儿这一个女儿，你一个连剑都提不起来的废人留在她身边，只会害了娘。不许你这么说她，当初是我硬要牵着她走向剑心石的。天道誓约已立，生死相随。初儿，你退下。夫人，去门外替我守着，可以吗？可是，听话。你单独留下我，想说什么？如果是那些自尊心作祟的空话，就不必说了。母亲，您觉得我真的只是个废人吗？那是极道剑意，超脱了修真界常理，直逼神魔的无上剑意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的剑心明明已经碎了，你明明没有修为了。我的修为确实没了，剑心也确实碎了，但我3年前自爆的不过是凡尘的剑心，我真正的底牌是融入了灵魂的本源死剑。这一剑不需要修为，它燃烧的是我残存的生命和灵魂，只要我心念一动，纵然是顾天鹤，也绝对活不过半个弹指。难怪不是疯了，他手里握着能和元婴巅峰同归于尽的杀手锏。那你为什么不杀了顾天鹤父子？因为这一剑代价是我的命，我的命不值钱，但我现在想多活几天，陪着云初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想用。母亲，我今日跟您展露底牌，只是想让您安心。顾天鹤若敢动手，我萧绝必定会走在云初前面。谁若想伤他，就必须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我这条残命，随时准备着为他燃烧。母亲，
我今日跟您展露底牌，只是想让您安心。顾天鹤若敢动手，我萧绝必定会走在云初前面。谁若想伤他，就必须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我这条残命，随时准备着为他燃烧。母亲，现在您放心把女儿交给我了吗？修真界中，多的是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利益结合。可眼前这个残废的青年，却愿意为了他女儿，随时付出自己的生命和灵魂。好孩子，是娘看错你了。初儿没有选错人，大长老一脉能得你为婿，是我们的福气。娘，萧哲，你们……初儿，以后在幽风好好听萧绝的话，跟着他好好练剑。故旧天鹤那边，娘去替你们周旋。只要有娘在一天，主峰的那些暗卫就休想轻易跨入幽风半步。娘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。好，为父等夫人保护。萧绝，没有余温，他离开很久了。萧绝，你去哪儿了？萧绝，你去哪儿了？只要那个瞎子死了，天地誓约自然解除。不会的，他不会出事的。如果顾天鹤敢动你一根头发，我就算自爆剑骨，也要拖着整个凌霄主峰给你陪葬。夫人，清晨风寒，你怎么赤着脚跑出来了？你去哪儿了？我以为顾天颂把你抓走了。傻丫头，瞎想什么呢？我不过是觉得幽风的灵气太微薄，去了一趟后山散步罢了。散步需要去整整一夜吗？顺便给你寻了个小物件。我听闻这些天仙玉露对洗髓髓法骨、运养无垢剑骨有奇效，偶然在后山寻得，夫人试试看。天仙玉露，整个凌霄剑宗只有后山的死地秘境里才有一滴，那里可是封印着无数高阶妖兽，就算是以往的顾尘想进去，也得有几位长老贴身护道。他一个没有修为的瞎子，是怎么拿到的？萧绝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没有，只是回来的时候不小心被后山的荆棘划破了点皮，回去换身衣服便好。你撒谎！这就是你说的被荆棘划破了点皮？你不要命了吗？那可是死地秘境，你一个瞎子，你是怎么从那群妖兽嘴里活来的？夫人，别哭，我虽然看不见，但听觉还算灵敏。那些妖兽块头大，动作笨，我躲着他们走便是了。你骗人，怎么可能躲得开？你知不知道你要是死在里面，我该怎么办？别怕，我这不是活着回来了吗？一点小伤，能换夫人剑骨无缺，不受别人欺负。这笔买卖我赚了。父亲战死后，这3年来，所有人都把我当成可以交易的筹码，当成抽血抛骨的工具。只有眼前这个满身伤痕、被所有人称为废物的男人，愿意拖着残破的身体豁出命去，只为给我寻一味修补剑骨的灵药。萧绝，你是个傻子，你才是这天下最大的傻子。我是傻子，但只做夫人一个人的傻子。萧绝，失血过多，还强压伤势走了一路，他终于撑不住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轻一点。萧绝，你把命交给我，我绝不负你。等你伤好，我就服下这天仙玉露。我要让这无垢剑骨大成，我要让整个凌霄宗
再也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。你身上的伤还没好透，真的不需要再休息吗？无碍，天仙玉露药效极其霸道，你若一人独自吸收，极易爆体而亡。我必须在一旁为你护法。进去吧。拔开瓶塞，一口吞下，不要停顿。闭上眼，抱元守意。好痛！我的经脉要断了！药力比我想象的还要烈。萧绝，你下来干什么？水里有药力反噬，你的身体承受不住的。别动！云初，听我的声音。无垢剑骨，宁折不弯。不要去压制这股力量，去引导它。气沉丹田，过神门，冲太虚。我做不到，力量太多了，它不听使唤。你做得到。既然你一个人扛不住，那为父便陪你一起扛。萧绝，你疯了，这会抽干你的本源的。凝神静气，现在分心，我们两个都要死在这里。跟着我的剑意运转，大周天36个小周天，走！这不是凡俗的纠缠，而是修真界最高深、最纯粹的剑道双修，是灵魂与灵力的完美交融。成功了，萧绝，我成功了，我结丹了。萧绝，那是剑心的位置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剑心，你的剑心怎么又裂了？我明明已经吸收了药料，为什么还会连累你反噬？萧绝，你醒醒！你别吓我！我不要什么无垢剑骨了，我只要你活着。你把我的灵血抽过去，抽多少都可以。哭什么？你的剑心都碎了，你还在笑？夫人，你感受一下。不对，这一次伴随着碎裂声而来的，并不是生机流失的死寂，而是一股极其纯粹的，宛如新生婴儿般的微弱剑意。夫人，我的剑心不是碎了，它只是被你的无垢剑骨唤醒了。破茧成蝶，不破不立。云初，不用抽血，也不用抛骨，我的无垢剑心开始重塑了。萧绝，先把药喝了。你的剑心刚开始重塑，千万别乱动，扯到伤口。云初，我好像能看见一点眼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能看见了？还看不清五官，只能看到一团红色的模糊光影。但夫人的影子真好看。是天仙玉露，一定是剑骨反哺起了作用。萧绝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是，既然我的本源剑意开始复苏，从今天起，我就要正式教你什么是真正的剑道。走，去后山。萧绝，你让我站在这儿对着空气批次半个时辰了，为什么不练少宗教我的那线招？顾晨教你的是死招，世人皆知我当年所见即可斩，以为我靠的是眼睛，错了。那是靠什么？靠剑心，去感知万物的呼吸和风的流向。来，向我出剑，别用眼睛看，用你的无垢剑骨去感受。好，那你当心了。慢了半分，力量太散。剑走偏锋，意在笔先，手腕抬高，走神门穴，气沉丹田，别去挡风，去成为风。
这是我挥出来的剑。这只是开始，金丹期的灵力加上无垢剑骨，这才是你该有的杀伤力。不过光练不打是假把式，夫人既然开窍了，陪我喂喂招。好啊，不过我刚结丹，下手没轻没重，夫君待会儿可别喊疼。那要看夫人的本事了。我的剑骨，我的剑心。萧诀，好热，我感觉我的灵力在和你体内的力量相互流转。这是骨心共鸣，无垢剑骨，无垢剑心，本就是双生至宝。夫人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心意相通，你的命就是我的命。萧诀，半个月后就是宗门大比，你想怎么做？顾晨以为我成了废人，顾天鹤以为我们只能等死。大比之上，我会用你教我的剑，堂堂正正的把他们父子的脸踩进泥里。好，不愧是我顾天鹤的儿子，短短数月连破3阶，直逼元婴。放眼整个凌霄剑宗，谁人能及？父亲，为了助我突破，您连宗门底院都动用了，孩儿定不会让您失望。明日宗门大比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谁才是凌霄仙尊真正的第一天骄。那是自然，萧诀如今不过是个连剑都提不起来的瞎子。至于云初那个贱人，他宁愿跟着一个残废在幽风那种连灵气都枯竭的垃圾场里等死，也不肯向我低头。没有了主峰的资源，他那所谓的无垢剑骨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？大比之上，拳脚无眼，你若遇上他，不必留手，只要留他一口气，随便你怎么折辱。我要让他明白违逆主峰的下场。父亲放心，明日擂台上，我便当着那个瞎子的面，一寸寸打断他的傲骨，让他跪在我的脚下求饶。白莲师妹，你身体还没好透，出来吹风作甚？大比在即，少宗主日夜苦修，我只能在此为他祈福。只是我心中实在担忧云初师姐。担忧他作甚？放着少宗主夫人不做，非要去幽风伺候瞎子，那种鬼地方能修炼出什么盲堂？柳师兄别这么说，云初师姐毕竟身怀无垢剑骨，只是听说幽风连辟谷丹都断了，萧师兄又是个废人，需要师姐日夜照料，我真的好怕师姐荒废了修炼，明日大比受伤出丑。师妹就是太善良，云初那是自甘堕落。少宗主如今半步元婴，他拿什么比？听说他最近在幽风穷的只能捡树枝当箭使了。无论如何，明日大比若遇到云初师姐，大家定要手下留情啊！师妹放心，明天他要是遇到我，我一定让他3招，绝不让他输得太难看。夫君，你为了帮我梳理经脉，又耗费了本源。无妨，我的剑心已在重塑，这点灵力算不得什么。明日便是大比，你的剑骨刚与我的剑意产生共鸣，若不彻底理顺，强行出剑会有反噬的风险。我不会输的，主峰欠我的，欠你的，明天我会堂堂正正的在擂台上拿回来。我知道你不会输。这是木簪，我眼睛看不见，只能凭感知和触觉一点点雕刻，刀工粗糙，样式也不及己主峰那些珠玉华贵，但这雷击木有静心凝神之效。夫人可嫌弃？这个瞎眼男人在深夜里究竟被刻刀划破了多少次手指，才打磨出这支木簪？夫君亲手做的，便是这世间最珍贵的法宝。你帮我戴上。初儿，去吧，去让这凌霄剑宗看清楚，谁才是真正的剑道天骄。为父在此，祝夫人乌云长晃。快看，云初竟然真的敢来！他旁边那个是废了的萧诀。什么萧师兄，一个连路都看不清的瞎子罢了。云初带着个拖油瓶来参赛，也不嫌丢人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幽风的2位稀客。
云初，我以为你今天会躲在那个破山头上做一辈子的缩头乌龟，没想到你还真敢来丢人现眼。云初师姐，大比拳脚无眼，你连把像样的配件都没有，万一受了重伤，萧师兄行动不便，以后谁来照顾他呀？不劳少总主和这位半妖操心，有这乱废的功夫，不如留着力气在擂台上多撑几招。贱人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我倒要看看没了主峰的庇护，你能嚣张到几时？初儿，何必与狂吠之犬多言？平白扫了兴致。夫君说的是。大比第一场，外门流通对阵幽风云初。云初师姐，昨天我在外门可是放了话的，今天看在同门份上，我让你3招。你那捡来的树枝呢？拔出来吧！对付你不需要拔剑，一招足矣。狂妄！既然你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师弟我剑下无情了。看剑！这怎么可能？智取花剑，好霸道，好纯粹的剑意。他的无奏剑骨不是因为缺乏资源已经枯竭了吗？这股剑气怎么比以前还要凝练100倍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没有主峰的丹药和灵泉，他怎么可能突破？他凭什么能挥出这样的剑气？慌什么？不过是打败了一个废物流通罢了。哼，他剑气再纯粹，也不过是个失去底蕴的弃子。你如今半步元婴，杀他如土狗，等遇到他，直接废了他的丹田。父亲放心，我要当众把他的骄傲碾成碎泥。他太强了，萧师兄，你没看到刚才那一幕，真是太可惜了。云初师姐那一剑，简直……我不需要看，我夫人的剑，天下无双，我感受得到。大比半决赛，主峰顾晨对阵幽风云初。云初，你竟然真能走到我面前，倒算是有几分本事。不过，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。看在昔日的情分上，我给你一个体面下台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现在跪下认输，向所有人承认你瞎了眼选错人，然后乖乖交出你的无垢剑骨。只要你照做，我今天可以大发慈悲，让你3招，免得别人说我堂堂少宗主欺负一个跟着废人捡树枝的村妇。云初师姐，少宗主已经宽宏大量了，你可千万别不识抬举啊！刀剑无眼，伤了你，萧师兄会心疼的。顾晨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自大的令人作呕。让我3招，只怕你连我1招都接不住。给脸不要脸！既然你执意找死，我成全你！凌霄绝影剑，给我震！天哪，少宗主居然一上来就有杀招！半步元婴的凌霄绝影剑，云初死定了！剑道极境，不在招式繁复，而在心无旁骛，所见即可斩。这不可能！我的半步元婴之力！你用了什么妖术？你不可能比我强！顾晨，你用主峰无数天才地宝堆砌到半步元婴，却连我这个照顾废人的女人1招都接不住，你连我都打不过，有何颜面自称天骄？又有何颜面去嘲笑我夫君？凌霄剑宗的少宗主，不过是个外强中干的废物罢了。陈儿，滚！都给我滚！谁敢再多看我一眼，我挖了他的眼睛！少宗主，这就认输了吗？现在整个凌霄剑宗上下都在背后嘲笑你，连一个照顾瞎子的女人都打不过，你这半步元婴，怕是已经成了全天下的笑柄。连你也敢来嘲笑我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捏死你？你不是半妖，
你是纯血魔族，你竟敢潜伏进凌霄剑宗！少宗主别紧张，我们现在可是站在同一条船上的人。云初当众踩碎了你的尊严，毁了你的道心，光凭你在主峰修炼，这辈子都别想再把它踩在脚下。但我可以用我圣族的力量，别说云初，整个凌霄剑宗都将匍匐在你的脚下。借用魔族之力，这可是背叛人族的大罪。若是被我父亲和老祖发现，我会被抽魂炼魄的。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谁会知道？你只需要悄悄去后山，把护宗禁制打开一道小小的缺口，放我族的高阶大妖进来。到时候魔族直奔幽风，把云初踩在脚下，任你处置，把萧绝那个瞎子撕成碎片。事后你大可以把引狼入山的罪名推到萧绝身上，你能报仇雪恨，我也能拿到无垢剑骨，一举两得，不是吗？好，云初、萧绝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既然你们让我痛不欲生，那就一起下地狱吧！进去了，终于进去了。云初，你给我的屈辱，我要你今晚100倍奉还。宗主，后山禁制出现剧烈波动，有大批高阶妖魔潜入宗门。看阵法被破坏的手法，似乎是少宗主所为，请宗主立刻下令启动备用大阵，属下这就去将少宗主带回，并派人支援防御。不必了。哼，传我命令，主峰所有暗影卫和长老全部退守主殿，开启主峰防御结界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擅动。可是宗主，那些妖魔行进的方向直指幽风，若是放任不管，云初和萧师兄恐怕……那又如何？云初冥顽不灵，公然扫我主峰的颜面，留着也是个祸害。既然我得不到无垢剑骨，那谁也别想得到。让那些妖魔去幽风闹吧。等妖魔把幽风屠戮殆尽，把云初和那个瞎子撕成碎片，我们再以救援不及的借口出面剿魔。退下！夫君有敌袭，而且不是宗门的人，是极其强悍的魔气。不是1-2只游魂，而是有组织的魔族大军。凌霄剑宗的护宗大阵天下无双，若非有人从内部打开了阵眼，他们绝对进不来。好香的气味，这就是传说中毫无杂质的无垢剑骨吗？果然令人垂涎欲滴。何方妖孽，竟敢擅闯凌霄剑宗！凌霄剑宗，哈哈哈哈哈！若不是有人乖乖打开了你们那号称天下无双的护宗大阵，本座还真进不来。小丫头，识相的自己抛出剑骨，本座可以考虑留你一个全尸。顾晨，那个疯子为了报复我们，竟然勾结妖魔。夫君，你在结界里不要出了，今晚就算拼上这条命，我也绝不会让他们伤你半根头发。初儿，不用怕，这风雨确实该停了。夫君，是堪比元婴期的高阶大校，你千万别出声。等会儿我拼死撕开一条口子，你什么都别管，立刻往太上老祖闭关的后山逃。我若走了，你当如何？别管我，我有无垢剑骨撑着，他们一时半会儿杀不了我。快走啊！想逃？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！给我上！活戳那个女人，拨出剑骨！找死！初儿，别过来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谁也休想碰我夫君一根汗毛！强弩之末，小丫头，你这副骨头真是越看越让人眼馋呐！给我拿下！这真是感人至深啊！云初，看到你现在这副像丧家之犬一样狼狈的样子，我这心里真是痛快极了。顾晨，是你打开了护宗大阵，你竟然勾结魔族！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这是引狼入室，会害死整个宗门的？那又如何？是你们先毁了我的道心，是你让我在全宗面前受尽屈辱。宗门
只要能杀了你们，我哪怕把整个凌霄剑宗拱手让给魔族又怎样？你简直不是人！骂吧，尽情的骂吧。云初，你现在若是肯跪在地上，像狗一样求我，然后亲手挖出你的无垢剑骨献给白莲，我或许可以大发慈悲，让这个瞎子死得痛快一点。你做梦！顾晨，我云初今日就算是自爆剑骨，带着这满山妖魔同归于尽，你也休想得到半分好处！拦住他，绝不能让他毁了剑骨！夫君，你做什么？快放开我！我快压制不住剑骨自爆了！你快走啊！傻瓜，自爆剑骨，你当为父不在吗？死到临头了还在这搂搂抱抱，真是一对苦命鸳鸯！瞎子，你莫非想用你那双瞎眼把妖尊大人笑死吗？哼，你连剑都拿不稳，凭什么护他？少宗主，别跟这两个死人废话了，快杀了他们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卑贱的蝼蚁，在本座面前还敢卿卿我我，给我碎！初儿，辛苦夫人了。接下来的事，全部交给我吧。不，夫君你快退后！你的剑心3年前就碎了，你现在连护体罡气都没有，你会被拍成血雾的。谁说我的剑心碎了？初儿，看好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凌霄第一剑。这股剑意，夫君，你的眼睛，你的气息，碎剑重塑，破后而立，无垢剑心，觉醒！装神弄鬼，萧绝，你3年前就彻底废了。就算你摘了那条破布，你依然是个瞎子。今天谁也救不了你们。不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的剑心明明被魔皇彻底废了，为什么会变成传说中的无垢剑心？这不可能！这不是人族的普通剑意，这是看破一切妖邪河的无垢剑心。退，妖尊大人快退，我们中计了！你到底是谁？这股威压，这根本不是金丹，也不是元婴，你恢复到全盛时期了，不，比当年更强。动我夫人者，死！夫君，我们的灵力，这便是无垢剑骨与无垢剑心的宿命共鸣。初儿，今日便用这群妖魔的血，为你我的无垢大道祭旗！不可能！什么宿命共鸣？什么无垢剑心？他明明是个连剑都提不起来的瞎子！妖尊大人，快动手杀了他呀！疯子，你们这两个怪物，本座不玩了，放我走！不，魔皇大人救命！没了，全都没了！我才是天骄，我才是少宗主啊！宗主，不好了，妖风那边！可是云初和瞎子已经被妖魔分食了，快点齐长老，随我出去剿魔！不是，是一道毁天灭地的剑光，把入侵的魔族大军全灭了，而且那剑光劈开了幽风大阵，直接劈在了后山禁地的玄武岩上。什么？后山禁地？那是太上老祖闭关之所，坏了！何方高人，竟敢在我凌霄剑宗拔剑？夫君，太上老祖被惊动破关了，这下主峰遮不了天了。是啊，初儿，属于我们的公道，今夜该清算了。出城拜见太上老祖。免了，刚才那惊天一剑是你挥出的，你不仅恢复了，还绝响了传说中的无垢剑心。正是晚辈。老祖明鉴，萧绝和云初对主峰心怀怨恨，竟敢暗中勾结妖魔入侵宗门，请老祖立刻将这两个叛逆就地正法。顾天鹤，你还要不要你那张老脸？勾结妖魔引狼入室的是你那个好儿子顾晨，是他亲手打开了后山禁制。什么？少庄主勾结魔族？这绝不可能！少庄主可是我宗门未来的希望啊！白莲根本不是什么半妖，而是纯血魔族。顾晨为了报复我废了他的道心，不惜与魔族做交易，放任高阶大妖屠戮同门。若非我夫君剑心随喜，今夜凌霄剑宗必将血流成河。一派胡言！老祖，父亲他在撒谎。他是因为嫉妒我取消婚约，故意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我堂堂少宗主，怎会与魔族勾结？大胆狂徒，死到临头还敢污蔑少宗主！众长老听令，立刻将云初和萧绝拿下，若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我看谁敢！这是古心共鸣，能看破世间一切虚妄谎言的神光。
我没有杀撒谎，是他先逼我的。如果不是他让我当众出丑，我怎么会去找白莲？我只是想借妖尊的手杀了他们，我没想毁了宗门啊！孽障，你失心疯了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老祖，晨儿定是被这妖女的妖光蛊惑了心智，才会胡言乱语。此事不可轻信呐！够了！是非区曲直，老夫亲自查验。搜魂秘法，现是顾晨，是你们凌霄剑宗的少宗主主动找的我们。他用沾了魔血的阵盘打开了后山山的禁制，是他信誓旦旦的说封上只有一个瞎子和一个废女，让我们随便杀。顾晨，你敢瞒本座？本座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好得很！我凌霄剑宗传承1000年，竟然出了你这对背祖忘宗的畜生！小绝、云初，凌霄剑宗对不住你们。太上老祖饶命啊！我只是一时糊涂，被白莲这魔娘蛊惑了呀！少宗主，你怎么能把罪名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呢？当初不是你主动说，只要能把云初踩在脚下，就算把整个宗门送给我圣祖也无所谓吗？闭嘴！老祖，晨儿年幼无知，都是这魔女挑唆。求老祖念在臣下多年来为宗门鞠躬尽瘁的份上，饶他一命吧！年幼无知，鞠躬尽瘁，若非萧杰与云初力挽狂澜，今日凌霄剑宗已被尔等畜生断送。至于你，顾晨，不，我的修为，我的金丹！顾晨勾结魔族，罪不容诛，即刻废去全身修为，挑断手脚筋，逐出宗门。认下顾天鹤，包庇逆子，徇私枉法，罢免宗主之位，打入后山死牢禁制，永世不得见天日。老祖传红，老祖圣明。萧绝，你不仅剑心重塑，更觉醒了传说中的无垢剑心，此乃我剑宗1000年未有之盛世。云初，你身怀无垢剑骨，宁折不弯，亦是绝世奇才。拜见圣子，拜见圣女。初儿、萧绝，你们好孩子，你父亲在天之灵，终于可以安息了。母亲，女儿做到了，以后再没人能欺负我们了。在想什么？在想你，夫君。现在你眼睛好了，又是高高在上的圣子了，以后想要什么样的仙子伺候没有？可还会记得我这个陪你在破木屋里啃辟谷丹的村妇？初儿又在打趣为夫了。3年前我沦为废人，举宗唾弃，是你牵着我的手带我走到剑心石前。若是没有夫人的不离不弃，何来今日的小绝？初儿，以前我看不见，你便说要当我的眼睛，带我看遍这山川草木、诸天星辰。如今为父的眼睛已经好了，但这天地浩瀚，繁华万千，在为父眼里皆不及你1/1000。你还愿意继续牵着我的手，当生世世永不分离吗？我愿意。